Hello， 大家好，欢迎光临台湾吧。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台湾一战成名的经济奇迹。在亚洲洲一堆堆的国家里，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因为经济表现顶呱呱，考试都考100分，因此被大家称为亚洲4小龙。虽然台湾现在好像已经变成小虫虫，也不晓得在起什么鸡，但很多朋友对于台湾经济奇迹的认识也只停留在政府政策好强好厉害，让台湾可以变成亚洲4小龙，但大家却不晓得这所谓的奇迹是怎么来的。1945年大东亚战争终于乒乒乓乓下台一举功，台湾各种在日治时期打下的工业基础，像是电力、电信、炼油等等，也被盟军轰得下台一举功。这时候台湾看起来一副前途茫茫，经济就像变了心的女朋友一样回不来啦。而一夕暴富变成战胜国的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后，经济开始和中国相连，这也让台湾更容易受到国共内战的影响，通货膨胀、失业率、民怨也越飙越高。究竟当时的台湾是如何摆脱一连串无为不为、前途一片光头的困境，又是如何创造所谓台湾的经济狗狗 gay 的呢？开始喽。1949年，货币因为通货膨胀已经变得跟废纸差不多，于是货币改革就开始在台湾全省热印，也就是可以用原来的台币4万元换成1块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新台币。新台币切断了中国乱糟糟的经济圈，也减少了通货膨胀的伤害，但见了一屁股再来台湾深造的国民党，手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经费来让台湾的经济逆风，来重建雄风。而就在这个左共产右民怨，政府在中间还整天只想着反攻，又无力反攻大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一场意外解救台湾经济的战争，也就是韩战。那就是韩战。思密达，这场南北思密达的战争哟，轰轰烈烈的开打思密达哟。而毛泽东为了抗美援朝，把原本想要用来武力解放台湾的军队调往北韩，于是美国急急忙忙牵了一条从南韩到马来西亚的防线，来防堵毛泽东的共产炮。而虽然美国叔叔心里觉得国民党一副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但毕竟台湾也是在防线中间非常关键的位置，只好再怎么样也要给他意思扶个2下，签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也因此，美国的各种援助就开始嘣嘣嘣来到了台湾，也就是俗称的美元。1951年到1965年，美元的总金额达到15亿美元，一时之间台湾到处都可以看见公公婆婆急着上街排队领物资的画面，身边还有穿着印有中美合作、净重22公斤、用面粉袋做成的内裤的小朋友跑来跑去。除了民生物资，美元对台湾的农业与基础建设的投资也很重要，从石门水库、西螺大桥一直到中横公路等等，都可以看到美元的影子。简单来说，当时崩坏的战后经济，有了美元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保命单，让原本已经残血的中华民国政府幸运的从悲惨世界里慢慢的爬出来。不过除了美元以外，前期一面光头的政府也是要自己做点事情来救救经济。1949年，台湾省政府推行了好棒棒的土地改革，希望可以借此改变农户的生活环境，从把地租上限定为37.5%的375减租，公有耕地可以让农夫领走的公地放零，一直到耕者有其田的耕者有其田。这些制度让地主跟佃农的关系整个幸运轮大翻转，但这个乍听之下可以断开阶级、解救众生的土地改革，却也赏了地主们豪大大一记耳光。地主们心里 OS： 凭什么好好的一块地要被375减什么租？凭什么好好的一块地要被征什么收？凭什么好好的一块地要睡一觉就变成别人的？但当时的台湾笼罩着白色的权威气氛，省主席陈诚还曾经公开表示，375减租的工作一定要确实实行。我相信是有困难的，丢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会有，但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终不会有。这短短几句话直接吓得地主们满地找牙，就算不服气也是只能摸摸鼻子吞下去。无论如何，在货币改革、土地改革和强大美元的支持下，台湾也算是慢慢重建了战后悲剧的经济环境。美元送来的棉纱就把它拿来发展纺织工业，美元送来的小麦就把它拿来发展食品工业。也因为美国小麦的援助，台湾可以自己用小麦面粉来做面条、面包和甜甜圈。早期只以米饭为主食的台湾，就这样在政府的宣导下慢慢接受了面食，而原本要靠进口的民生用品，现在终于可以自己产品自己产，来代替进口的产品啦。这个阶段也就是台湾所谓的进口替代时期。到了1960年代，美国即将终止援助，台湾除了哭天喊娘以外，还是得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的策略。例如当时设置的加工出口区，以及政府端出的奖励投资条例，都是希望可以鼓励国内外的投资来取代美元。这个奖励投资条例让许多特定的企业和投资者可以免税和退税，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创造的利益真的有让台湾回本吗？这些利益又到底落在大企业还是市井小民身上呢？而在政府的帮助下，许多民营企业渐渐被扶植起来，也因此原本卖米的、伐木工的都通通可以变成经营之神。
总而言之，台湾的经济开始转成出口导向，国民所得 GDP 什么的都通通欢乐成长再成长，实在是政府好棒棒，神机妙算，解救社会同胞，完美转型思密达。but 不是政府说要出口就真的出得去，也是要有人愿意买才可以啊。而人品爆发的台湾，幸运的赶上国际分工的小火车，刚好取代了经济转型到下个阶段的日本，成为工业产品的代工基地，也因此台湾的产品才可以卖，外国人才可以买。等一等，这里要小小澄清一下。话说这个10大建设，大家似乎以为就是台湾经济奇迹的代表。这波战后最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对民生经济当然有所贡献，特别是在陆空交通上，例如北回铁路连接了台湾东西方，大大减少了往返时间。而南北高速公路虽然在建设前一直被批评是为有钱人盖的公路，但现在却也摇身一变成了几乎人人都爱用的交通大动脉。而更不用说台湾最大的桃园国际机场，到今天已经不晓得搞了多少飞机，飞了多少飞机。不过老实说，有些建设很强大，有些建设在今天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威猛先生。像是台中港，原本想用来解决台湾中部没有港口的问题，却因为地理老师时常请假都没有上课，导致盖好以后一直因为潮汐和淤泥的问题，花了一大堆维修安养费。又好像原本只是小港口的苏澳港，不晓得为啥也被抓进了10大建设，结果硬要小港口扩建的情况下，苏澳港就直接亏损了好几十年。到了1970年代，环保爱地球噼啪的观念正夯到不行，10大建设里的石化工业和核能发电等等的建设，虽然乍看之下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却因为污染和永续等等的问题，出现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不晓得政府是不是有考虑到盖完之后，这些建设可能会走在时代的尾巴呢？或许有些事情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但是看看某些建设，我们或许会觉得有时候今天做了，明天还是会后悔啊。叽里呱啦说到这边，我们好像稍稍了解台湾所谓的经济奇迹了呢。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发展固然要靠自己多多努力，但国际局势的各种帮忙更是不可以忽略的。而过去看似一帆风顺的经济奇迹，背后的牺牲以及可能造成的副作用，更是让人无法直视。污染的环境、支离破碎的农业，还有越来越夸张的贫富差距等等，都不禁让我们反省，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以前我们被教育台湾就是以农立国，然后发展加工出口业、轻工业，然后重工业，然后高科技产业、服务业，巴拉巴拉。经济发展就好像是要爬一根万用的阶梯，我们只要认份的一阶阶爬上去就好，不要想太多，不要怀疑，也不要抱怨。但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会不会阶梯或许适合人家爬，但不适合我们爬？会不会阶梯爬上去却发现什么也没有，而且还下不来了？就假设真的有这根全球通用的阶梯好啦，台湾现在又是卡在哪一阶？而下一步又要爬去哪里呢？好的，说了那么多，口有点渴啦，喝完这块鸡蛋糕，我们下回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台湾嘛是由 DJ Howard 制作，我们的剧本与主持人是凌晨不解，导出第2季啦。类似本文是由整天约会都不理我们的萧雨辰小伙子提供，动画是由只吃素食披萨的健康美丽佳佳可下面的精心绘制而成。至于这个音乐的部分，这是由我们的 DJ Howard 来为各位进行一个烤鸡蛋糕的动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点这里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是点这里支持我们的周边商品。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个月的1号晚上8点，敬请准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好，收工。耶，终于可以吃鸡蛋糕了。那你鸡蛋糕哪来的？他朱家安给我的。朱家安谁？就那哲学鸡蛋糕的老板啊。晚安，大家晚安。我是哲学鸡蛋糕的老板朱家安。从下个月开始，我会每一集教大家做一道甜点，顺便聊点哲学。听了哲学，你可能会消化不良，但是没关系，你吃不下的我可以吃。晚安，我是朱家安。哲学鸡蛋糕，我们下次见喽。